是的，疼死老娘了！周思思摸了摸疼痛的后脑勺，疼得龇牙咧嘴，手指上黏糊糊的，抹了一手的血。她感觉被炸弹炸死都没有后脑勺鼓着的这个大包疼，真的是日了狗了。周思思看着手里的这个玉石项链，她昨晚重生在这小姑娘身体里醒来的时候，手里就握着这个项链。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跑。周思思把玉石吊坠靠近她的后脑勺受伤的位置蹭了蹭，紧接着手里的玉石吊坠不见了，她的左手食指上出现了一个小红痣，摩挲着小红痣，她的脑海里就出现了一个空间，她的意识直接可以进入这个空间，不算大，也就300个平方左右。里面的一大块青草地上悬空着一个像洗手台一样的东西，只不过是石头做的，里面盛满了散发着淡淡青草香的清水。周思思直接捧起泉水，大口地喝了起来。很快她的后脑勺不疼了，但是仍然脑瓜子嗡嗡的，是被门口的动静给吵的。狗日的，本来饿得心难受，还敢打扰她休息。哼，好好好，那就都别想好过。院子里，一个6岁左右的瘦小男娃拉着一个柔弱女人的手，死都不松手。娘，你不要走好不好？不要丢下云儿。娘，我求求你了，不要走。等我长大了，一定好好赚钱，好好孝敬你。小男娃哭得眼泪鼻涕糊了满脸都是，看得周围看热闹的人唏嘘不已，纷纷议论开了。这周老二刚死不久，这钱怀花就要改嫁了，还真是一刻都不能等。作孽哦！听说昨天下午秦怀花的娘家人过来说的时候，死丫头还和她舅舅打了起来，被她舅舅推在了地上，撞到了头，到现在还没醒呢。你个小兔崽子，你赶紧给老子松手！你娘已经不是你们老周家的人了，你赶紧松开手，别耽误你娘去享福去。哎呦，你个小畜生，你快点给老子松开！你和你那个赔钱的贱货姐姐一样，你看我不打死你！哎呦哎呦，疼死我了！秦大柱挥舞过来的手臂上被插着一根竹签子，鲜血立刻就流了出来。哥，你怎么了？哎呀，怎么流血了？只见到自己大哥的手臂上流出了鲜血，一个筷子粗的竹签子直接穿透了他的手腕，看得秦怀花心惊胆战。小孩过来，不对，于安过来，到姐姐这里来。思思，这是你大舅，你怎么敢出手伤人呢？平时娘教你的，你都忘了吗？你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娘？我昨天被他推倒，摔在地上，后脑勺那么大的包，你难道没看见？他刚刚要打云安，难道你又没看见？你眼睛是不是瞎了？就没见过不维护自家孩子的娘，你简直不配当母亲。小云安躲在周思思的身后，听着姐姐说的话，眼泪哗啦啦的流着。你这个赔钱货，你娘是要去享福的，你少在这胡说八道，快去把你娘准备好的包袱拿出来。我要是赔钱货，那你就是老赔钱货，成天压榨女儿，供养自己的2个废物儿子，你还有脸出门？你个老不死的，最该死的就是你，你就是最大的毒瘤！呸！好，骂得好，不愧是奶的好孙女儿。秦婆子，你简直不做人！我儿子刚死，你就那么着急让你闺女改嫁，你个老不死的，真是该死！周思思这才看见一个穿着朴素的圆脸老太太，挥舞着扫把就从人群里冲了出来，直接照着长脸老太婆的脸招呼了过去。你干什么？周老婆子，赶紧放下扫把！槐花、大红，你们是死人啊，还不赶紧拦着这个老不死的！都给我闭嘴！再说一句，我就砍了他的脑袋，让这个狗东西下去陪我爹！周围看热闹的人也都愣住了，不敢发出一丝声音。死丫头，你可别胡来啊，别吓唬奶呀！这丫头看样子是被刺激狠了，平时虽然也算得上是村子里的小辣椒，但是没动过刀啊！打呀！怎么不打了？你们老秦家可真够出息的。还有你，秦怀花，你简直是我见过最没用的人，平时除了哭就一点用都没有，任凭你娘家这些吸血鬼趴在你身上吸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躲都躲不住。这个道理我懂，但是我爹头七刚过就着急嫁人的，我还是头一次见。秦氏儿，你既然选择了嫁人，我也不拦着你，但是这个条件我还是要说的。你走可以，
把我爹赔偿的抚恤银子拿回来，一共10两银子。我奶奶人好，1分钱没要，全给你了。你、我还有2个弟弟，我们4个平分，你也只能带走2两5钱银子，剩下的7两5钱银子是我爹留给我们长大成人的保命银子，必须还给我。要是敢不还，我就先杀了这个畜生，再去你们老秦家放火烧了他们的房子。我周思思说到做到。娘，媳妇儿，你们救我呀！我还不想死呀！这疯丫头真的会杀了我的。凭什么给你？这银子就该归你娘！你个老东西，你放屁！他养育我们长大成人就归他，他改嫁就只能拿走属于他的那一份，要不然这个畜生一定见不到明天早上升起的太阳。疼死了，疼死我了！娘，你给他吧，你再不给他，大柱就要疼死了。看吧，还是你媳妇疼你。你这个笨蛋，你娘拿这个银子就想补偿你在镇上读书的弟弟，一点都没有考虑到你。说不定你一死，你媳妇儿就会被你娘给嫁出去换彩礼，你家3个孩子也会被卖出去，当童养媳的当童养媳，当小官的当小官。蠢货一个！娘，你就给他吧。娘，你是不是真想看儿子死呀？1、2、3，我数到10就闭着眼切下去喽。4、5、6、7、8。秦婆子终于妥协了，拿出秦槐花应该分走的银子，把剩下的丢在了地上。小云安，去捡回来。小跑着过去，捡起了扔在地上的钱袋子。奶，帮我看看里面的银子对不对？是，银子数量没错。那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吧？你们还不能走，还有一件事没完成。奶，你去喊李正伯伯过来，速度要快。姐，我腿脚快，我去喊。周云安大声喊道，然后小跑着去喊李正了。既然要改嫁呢，从今以后你的养老问题与我们姐弟3人没关系了。我们以后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都和你没关系。断绝书一会儿我写好，你签上字，按上手印，找李正做个证明，你们才能走。当然也包括你们秦家人，我们一概不认。周围看热闹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思思丫头这是被他娘伤透了心呐。断绝书都出来了，看样子真的是要断亲了。这怎么可以呀？我是你娘啊！你要是嫁出去，就不是我们的娘。你也别说等你过好了再来带我们走，你以为我们有那么好骗吗？带我们走还不是想让我们当牛做马，被老秦家继续吸血？我们又不是这个蠢货。槐花，断亲就断亲，以后再生一个不就行了？是啊，槐花，你放心，要是你以后生不出了，我让你侄子给你养老。好，我断亲，以后我不会来找你们。大姐，我把李正伯伯给你喊来了。思思丫头，有什么话慢慢说，你可不能胡来呀。李正伯伯，你来的正好，有你当见证人是再好不过。李正伯伯，就麻烦你写3份断亲文书了。丫头呀，你想好了？你弟弟们都同意吗？我同意。娘，我问你们俩，和他断亲，你们俩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大姐，我愿意。他既然不要我了，我也不要他。大姐，二哥，我也不要他。以后再也不是我娘了，我以后只有姐姐和哥哥。李正伯伯，你写吧，我们都同意和秦槐花断亲，以后就是陌生人。你们真的是伤了娘的心啊！在周礼正的帮助下，断亲协议写好了，一式3份，秦家1份，周家1份，李正1份，明天打算送到县衙备案。娘走了，你们照顾好自己。秦槐花眼睛一闭，直接扭过头，背上被周婆子扔出来的小包袱，哭哭啼啼的跟着秦家人走了。都别看了，散了吧。还不快去干活，说说接下来怎么办吧，死丫头。到家里再说吧。李正伯伯、奶、大伯、小叔，既然长辈们都在，我爹走了，我娘改嫁了，我就是这个家最大的。如今我也知道家里是什么情况，我要求分家。你个死丫头，说什么胡话呢？你魔怔了？你以为你有银子，翅膀就硬了？奶，你先听我说完，你再动手也不迟啊。其实分家对大家都好，我想谁也不愿意出银子白养我们这3个没爹没娘的半大孩子吧。我爹的赔偿银子我是要留给弟弟们读书用的，是不会拿出来的。
这点我首先声明一下。得，分吧分吧，既然要分家，那都分出去，这样倒是省事儿了，省得我这老婆子吃力不讨好。这以后啊，我老婆子跟着念安他们过。娘，这怎么可以呢？要是分家的话，你要跟着我们一家过才对呀，要不然的话，别人怎么看我们呢？这老二家一个大人都没有，你让这3个孩子怎么活？你家老大老二全都是能干活的了，你自己只要不偷懒，不也是什么事都能做吗？老大，你怎么说？哎呀，当家的，你说话呀！娘，你想怎么分就怎么分吧，我没意见，您说的算。老三，你们2口子怎么说？娘，我们没话说，都听你的。好，那就分家。李正啊，麻烦你了。啊，行，既然婶子你说要分，那就分吧。那么多年，你们也是知道的，我就不多说了。银子现在有12两，分成4份，我和你们3家一家分3两。你们没意见吧？你们原来住的房间都归你们，院子里原来的厨房归我，你们自己可以搭建厨房，反正院子里的空地多的是。所有的农具和吃饭的用具分成3份，我既然和思思他们过，就算1份。院子里老母鸡3只，一家1只，猪还没有出栏，等年底卖了，分成4份，我1份，你们3家1人1份。田地里呢有8亩良田，8亩水田，分成4份，包括我在内，一家1份。锅现在只有1个，归我。分家后我的养老问题，我现在还能动，就不问你们要银子了。每年你们2家1人给我50斤粮食就成。真的要是我生病了，需要用银子，3家再平分一起掏，你们看这样成吗？你们娘说的你们也都听见了，我就不重复了。我会在分家文书上写清楚，要是都同意的话，我就开始写分家文书了。李正还是挺佩服周婆子的，分的还挺公平，没有别家老人偏心大儿子或者偏心小儿子的。娘，这样分不公平，您和思思他们老的老，小的小，其他我就算了，但是这个田地不能这样分，你们根本忙不了田里的活儿，要是糟蹋了，这就是在浪费。那大保姆，你说要怎么分田地？把我们这份分给你家吗？你个小孩，这有你说话的地儿吗？怎么，凭什么我思思丫头不能说话？老二没了，她就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周翠兰，你别以为老婆子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不就是怕我100年以后这田地落到了思思他们手上吗？哼，我告诉你，老娘还有2个女儿，等我死后，这田地啊，谁想要就出钱买，这卖出的银子，我2个女儿都平分了。房子女儿可以不分，好歹这是我和你爹赚出来的家当，我想给谁就给谁。娘，这出嫁的姑娘怎么能分娘家的银子呢？没这个规矩啊！哼，你重男轻女，不代表谁都跟你一样。你拿自家3个女儿不当人，难道还能以为别人和你一样吗？你倒是想分你娘家的银子呢，你能分到吗？老大，他要是再啰嗦，就休了他，娘再给你找一个黄花大姑娘。周老婆子发威了。柳翠兰一听到婆婆要休了她，顿时不敢再说话。周老婆子也是个雷厉风行的人，干事风风火火，下午就去找人出去山上砍了竹子回来，编成了竹篱笆，直接从院子里把墙院给隔了出来。奶，我带着大弟出门转转，看着远处巍峨的大山，他这个双艺能在手的人就不相信搞不到肉吃啊。于是呢，周思思就这样带着周念安出了门。周念安还贴心的背着一个背篓，他以为自家的大姐是要去挖野菜，殊不知他这个大姐完全换了一个心思，是无肉不欢的主。2姐弟边走边聊，姐，我们这是要往山上去吗？奶可是不给我们上山的，说山上有狼，还有老虎呢。狼还有老虎，那就说明这山上肯定有他们的食物。你不说我不说，奶怎么会知道？难道你想告密？姐，我是不会告密的，我是怕山上有危险。只要你听话跟着姐，姐保证你有肉吃，不会有危险的，放心吧。2人一直走着，直到周思思看到草地上有小动物凌乱的脚印，她才停了下来。
哎，老弟，你会爬树吗？会呀，肯定会呀。姐，难道你忘了我们之前还上树掏过鸟蛋呢？那好，你上树等着，我去周围看看，一会儿就回来。姐，我和你一起去吧，你一个人我不放心。去，别废话，你跟着我干嘛？赶紧给我上去，少啰嗦。周思思一瞪眼，周念安还是有点害怕的。她这个姐姐泼辣起来实在是招架不住，还是听她的吧。姐，你早点回来，遇到危险千万记得要跑快一点。行，知道了，放心吧。周思思头都没回，只是伸手在空中挥舞了几下，算是回应了。很快，在她的地毯式搜寻中，她发现了一窝兔子，乐得她眼睛都眯了起来。麻辣兔子肉了解一下。只见他右手打了个响指，释放了一道细微的闪电，直接把兔子一家全给团灭了。1、2、3、4、5、6、7，一共7只兔子，2大5小，大的拎起来有4、5斤重，小的也有2、3斤。把兔子装进背篓里，周思思觉得这一下也不能搞太多肉回去，不然那小老太太那儿不好交代呀。背着背篓往回走，周思思发现了一棵花椒树。由于是还没成熟的季节，这才是初夏，只能摘点叶子和花回去，等成熟了再来把花椒都摘回去。周念安老远就看见他姐蹦蹦跳跳回来了，一副很是惬意的样子，嘴巴上叼着一根狗尾巴草。姐，你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有没有什么收获？老弟，你姐我出手就没有空着手回来的道理，晚上咱们吃兔子。真的假的？一共7只，2只大的，5只小的，晚上姐下厨，保证你吃了还想吃。走吧，咱们下山。周思思有点迫不及待了。两人走着走着，周思思看到草丛中好像有红色的果汁，就好奇的走进去想看，是辣椒，小小的红红的小米椒。算了，这个烧兔子也是要放辣椒的，就伸手薅了一点。姐，这个有毒不能吃啊？有毒？你不是在搞笑吧？姐，是真的，我们村里的大狗就尝了一下这个，嘴巴都肿起来了，手也是火辣辣的疼，好长时间才消下去。这个现在是红的，还有绿的呢，都有毒，可一定要小心啊！大狗名字起得那么草率吗？这是辣椒，有个屁的毒啊！小孩子家家的，不知道就少危言耸听，快点帮我摘，晚上回去做好吃的给你。周念安捂着刚刚被他姐敲痛的脑袋，只能乖乖的帮忙摘这个什么辣椒。回来的路上，周思思又挖了野葱，还有小溪边看到了薄荷，都薅了点放进他们的背篓。一位脸色蜡黄，看上去就是营养不良的瘦弱妇人走了过来。是上山了呀？都找到了什么好东西啊？快给婶子看看！伸手就想拿周思思背后的背篓，周思思直接一个转圈闪开了这位婶子伸过来的手，直接躲开了。你这丫头，我不就是看一下吗？看一下能少一块肉啊？黄婶子，我今天是逮到了兔子，要是被你这么一拿，我兔子跑掉了算谁的？难道你配我一只兔子不成？没事早点回去做饭，省得你家老爷们回来吃不上热乎饭再揍你一顿。老弟，我们回家。黄婶子这个气呀，气得直跳脚，看到他们俩走远后，嘴里嘟囔道：活该你娘不要你！哼！他们之间的对话，大树下的妇人们都听了个正着，一个个都捂着嘴偷笑。要说我们村子里的姑娘谁最厉害，那还是这个周家的思思丫头最厉害了。哎呀，就没看见她吃过亏呀。是啊，简直是深得她奶奶的真传，也不知道谁家小子会那么倒霉娶她呀。看样子老柳家晚上要有兔子肉吃了。切，你这个人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谁让你没有一个好儿子呢？奶，我们回来了。嗨，回来就回来呗，喊那么大声做什么？奶，我们进去说。我逮到兔子了，我们晚上呀吃肉。哎呦，你这个死丫头，我怎么说的？不是说过不让你们上山吗？不让你们上山，你们拿老娘的话当耳边风是吧？奶，等，你有话好好说呀。哎呀妈呀，我的老天爷，你这是掏了个兔子窝呀！正好明天我带到镇子里给卖掉，换成钱给你攒嫁妆。啊，奶，这可是我千辛万苦逮到的，我要吃肉，你可别想把我的兔子拿去换钱，攒个屁的嫁妆，我才多大呀！行，你吃吧啊！
搞得我就像不给你们吃肉一样。哎，还不快去烧水，我来剥皮。好嘞，奶，我这就去烧水。奶，今天我下厨，你就等着吃吧，正好肉多，回头啊给大姑和小姑每人送点回去。行啊，难得你还记得你大姑小姑，他们可是很疼你的。于是乎，周思思施展了浑身解数，把兔子全部剁成了小块，放在锅里焯水，倒油，放老姜，再把兔子肉放进去，爆炒起来。翻炒后加水，放点盐，大火开始炖。老弟，你看着点，我去看看后院有没有大蒜。周思思伸手薅了几根大蒜，一边理一边往厨房走。思思啊，你头上的伤疼不疼？废话，你头上摔个包，你不疼啊？没事就赶紧让开，我还要做饭呢。思思，你是不是怪我那么迟才来看你？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你是知道的，我天天在家看书，这马上就要科考了。要是我早知道的话，我肯定早就来了。哎，你眼里的算计都快溢出来了，你还是收起来吧你。以前是以前，我现在可懒得搭理你。再让我看见你这斯文败类的样子在我面前晃悠，我打断你的腿！给老娘滚！以后少来打秋风，天天一副活不起的样子给谁看呢？活不起就死啊！一天天就知道坑蒙拐骗无知少女，真是垃圾。思思，你怎么能这么说？以后麻烦你喊我周小姐，再让我听到你喊我的名字，我一定打断你的腿。我告诉你周思思，以后你可别后悔。呸！后悔你个大西瓜！你最好看到我就绕道走，要不然迟早薅光你的头发，让你做秃子。啊，哥，兔子肉呢？不是说周思思打到野兔了吗？哥，我要吃肉，我要吃肉！这是怎么了？小五，赶紧起来，中午有肉吃，你不要闹了啊！娘，还吃什么肉？哥根本没有带肉回来。周家丫头没有给你肉，今天是怎么回事？娘，不知道今天这死丫头是怎么回事，不单单没给我肉，还要打我。这要不是我跑得快，她都要把我腿打断了。啊，她还敢打你？哥，你等着，我这就去撕了她！刘小莲撸起袖子，拿了一根棍子，不管不顾地往外走。小莲，你赶紧回来！女孩子家家像什么样子啊？娘，你难道就让周思思这个小贱人欺负我哥吗？好了，赶紧回来，把棍子给我放好。既然人家不给，我们也没办法。以后昌文，你离他远一点，既然不识抬举，哼，以后有他后悔的时候，他不给，有的是人给。小莲，你过来，娘有话要吩咐你去做。母女俩嘀嘀咕咕了半天，刘小莲越听眼神越亮。娘，我想吃肉。吃，就知道吃。你看我们家是像是有钱买肉的人吗？你想吃肉，我还想吃肉呢。哭，就知道哭，哪怕你哭死，也不会有人给你送肉过来的。就知道吃，怎么不把你们吃死啊？老天爷还真是不开眼。柳翠兰开始指桑骂槐起来。两家本来隔着竹篱笆，她的话全部被周思思听见了。哎呦喂，老天爷真是不开眼，开眼的话就降一道雷劈死这些坏心烂肺的人哦。这漫山遍野的野兔，自己没本事打，就在家里想占着便宜，还真以为自己是王母娘娘呢。哼，我呸！一身懒皮臭肉的货，吃屎吧你！看人吃肉就嫉妒，这样的人还真是该死哦。老天爷，快开开眼哦！一道雷劈死这些嘴里吃屎的货！周思思，你骂谁呢？我在我自己家院子里，我想骂谁就骂谁。我劝你少管闲事，我可比你小1岁，我上山都能抓到兔子，这一抓就是2只。你比我还大，竟然从没有抓到过。哎呀，真不知道这是你没用呢，还是你抓到后自己烤了吃了。娘，我没有，你不要听周思思胡说八道。你个死丫头，竟然敢背着我偷吃好东西，真是白养你了。柳翠兰看到自家大女儿神色慌张的表情，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拿起扫把就是一顿打。啊，娘，我错了，我真的不敢了，你别打我。娘，原谅我，我下次真的不敢了。哎，别愣着了，洗洗手，过来吃饭。奶，你也是，去洗手。哎呀，你这丫头还嫌弃上了，什么臭毛病？奶，你是我们家的大功臣，这兔子腿必须先给您吃。一口兔子腿下去，周婆子眼睛都亮了，麻麻辣辣中带着酱香，兔子肉软烂又嚼劲。她这孙女啊，手艺可真不错，好吃。
姐，太好吃了！没想到你的厨艺居然这么好。姐，这肉好香啊！喜欢吃呢就多吃点。你们俩以后乖乖跟我混，我保证天天让你们吃上肉，一直吃到你们吃腻为止。姐，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一顿饭。小圆圆，你记住，人活着不是为了混口饭吃，这要是吃都吃不好的话，这人基本上也没多大的本事了。你少教坏孩子，什么混口饭吃，我看你嘴馋吧，少带坏弟弟们啊。话说两边，这边周招娣就可怜了，被柳翠兰赶了出来，说抓不到野兔就别想进家门，这都是周思思这个小贱人害的。要不是他挑拨，他娘肯定不会怀疑他。眼看着天渐渐黑了，他到哪里带兔子呀？村子里此刻都是吃饭的时间，家家户户飘出来饭菜的香味。周招娣只觉得更加的饿了，肚子也咕噜噜的响了起来。柳畅文一家正在吃竹笋炒腊肉，一家子吃得满嘴流油，这不要钱的就是香。哼，娘，你这招还真好用。我这么一说，你看看，送腊肉的，送竹笋的，还有送鸡蛋的呢。娘，你让小妹去干什么了？不关你的事，吃完赶紧去读书，明年就要下场考试了，娘还指望你考个秀才回来呢。家里的琐事有我和你妹妹，不用你操心。是啊，大哥，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早点考上秀才，再考个举人。我和娘还有弟弟，就指望着跟你吃香的喝辣的了。好，我一定努力，不辜负娘和妹妹的希望。其实柳琴氏就是让刘小莲在平时玩的比较好的几个女孩子中假装说漏嘴，说她正在给柳昌文相看人家，要求不高，只要对他家好的姑娘家。一听到这个消息，一个个都坐不住了，纷纷回家看家里还有什么好东西，都拿去送给了柳琴氏，这样讨好未来婆婆肯定是没错的。这时周招娣不知不觉走到了柳昌文家的门口。谁呀？这天都黑了，谁会来呢？柳琴氏嘀嘀咕咕去开了门，然后就看见站在门口缩手缩脚的周招娣。是招娣呀，这个点来我们家是有什么事儿吗？看见她空着两只手，柳琴氏眼中闪过了一丝不悦。婶子，能让我先进去再说吗？招娣呀，我家小莲不在家，家里只有昌文和昌武，不方便让你进来。你有什么事儿就现在说吧。没事儿，婶子，我还先走吧。周招娣再笨也知道这柳家婶子是不打算让她进门，只能悻悻离开了。柳琴是啪的一声关上了院门，骂骂咧咧回到了屋子。娘，是谁呀？周招娣空着两只手就想进来，被我找了个托词给赶走了。就他也想攀附我哥，切，自作多情。周招娣只能回到自己家门口，蹲在地上，眼泪不知不觉流了下来。这一切都怪周思思这个小贱人，要不是她也不会被她娘赶出来，刘婶子也不会不给她进院子的。而周思思这边正对着小铜镜欣赏着自己的容貌呢，还是太瘦了。当务之急还是要想着怎么赚钱才行。还不去洗漱，拿个镜子照什么照啊，就知道臭美。知道了，奶，你先睡吧，我去烧个水，洗个澡再睡。周思思麻利地跳下床，去厨房烧水去了。靠，呛死老娘了！死丫头，你这是干啥呀？咋把厨房给烧了？奶，你别打我，我只是想烧点水洗澡，并不是要烧厨房。周思思一边跑一边回头对着周婆子求饶。烧水？你那是烧水吗？锅都快被你捅漏了！你这个死丫头，怎么越来越笨了？烧个水都不会烧，你还能干什么？你别跑，看我不打你的满头包！最后这洗澡水还是周念安帮他烧的。这老太太下手太狠了，薅他头发！伴随着鸡叫声，周思思睁开了双眼。谁家的鸡杀了炖肉吃？吵死了！这才几点就叫唤，一看就知道是周扒皮家的鸡。叨咕什么呢？谁是周扒皮呀？一个刻薄的老地主，赶紧洗洗，坐牛车去镇上了啊！周思思抱着瓦罐，头靠在周婆子的肩膀上，忍受着屁股底下传来阵阵颠簸的感觉。这才没走多久，她的屁股就麻了。娘的，等她赚到了钱，一定买一个马车，让自己的屁股少受点罪。思思，你这瓦罐里装的是什么呀？关你什么事啊？思思，
你怎么这样？我不过问了一句，你有必要这样说话吗？嘴长在我身上，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你管得也太宽了吧？啊，你思思呀，不知道你和我家昌文说了什么？昨天我家昌文回家后，气得晚饭都没有吃，问他也不说。要是我家昌文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带他给你赔个不是。啊，简直太好笑了！一个上门要饭的乞丐，没有要到饭，自己居然气得吃不下去。这简直是这辈子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简直笑死我了！周思思，你敢胡说我哥？我可没说你哥是乞丐啊，这是你说的。居然还有人上杆子对号入座，脑子不好可是会遗传的呀！哼，我说不过你，你以后学学我哥再搭理你。谢了啊，我不但要谢谢你，还要谢谢你8辈祖宗，这简直是天大的好事。没了恶心的东西时不时在我面前晃悠，我也能多吃2碗饭。牛车晃晃悠悠到了镇子的入口处。下车了，要是坐车的话，出镇子口，我还在这等大家，别错过时辰了啊！原来进镇子也要收费，1人1文钱，牛车不给进。到了镇子口，交了钱，收钱的人拿了一个红色的印章，往付钱的人手背上这么一戳，好家伙，他又不是猪，盖什么章啊？周思思昨晚就想好干什么了，什么做香皂、做蜡烛、卖小吃、卖菜谱什么的，不都是穿越必备吗？但是他一身懒肉，十分懒得动，这可咋办？他决定种草药。嘿，什么值钱种什么，这对他来说简直比嗑瓜子还简单。放个屁的功夫，人参不就长出来了？那我们现在去哪？是先去看小姑吗？是啊，你就乖乖跟着我走，我们先去你小姑家。对了，我先说啊，你一会儿记得收敛点脾气，那个老太婆要是找事，你别搭理她，知道吗？那你放心，我保证嘴巴闭得紧紧的。祖孙2人就这样一前一后走着，周思思正好欣赏一下这古代街道的风景。泗水镇上还是很热闹的，两边的街道上都是摆摊的小商贩，各种叫卖声交织一起，烟火气息一下子就出来了。没钱还敢来青楼，赶紧跟老子滚！周思思惊呆了，这大早上就去青楼，这人得多饥渴，赶紧往前走了几步，看看这个奇葩到底是谁，简直牛叉呀！你让艳红姑娘出来，我要见艳红姑娘。哟，你一个穷鬼还想见艳红姑娘，简直做梦！再敢在门口大喊大叫，别怪我们的棍子不长眼！兄弟们，抄家伙！领头的小厮一声令下，从青楼里乌泱泱冲出了10几个拿着棍子的打手。哼，你们等着瞧吧！青衣男子怕被打，立刻抽袖离开。周思思直翻白眼，切，怂货一个，还以为是硬茬子呢，结果就这。不过他怎么看这个怂货怎么那么面熟呢？这人好像是他小姑父。哦，这下子事情大条了。果然他一转头就看见周婆子脸黑的都能滴墨了。那人是小姑父，跟上他。周婆子咬牙点了点头，快步跟了过去。两人一直跟着唐安平到了一处小院子，就看见唐安平在啪啪的拍门。娘子，开门呐，我回来了。哎呀，赶紧的，我都累死了，快开门！你耳朵是不是聋了？我喊了那么大声音，你居然没听到？我看你这耳朵干脆别要了。哎呀，相公，我刚刚在后院洗衣服，真的是没听到，还是娘喊我才知道你回来了。我立刻过来给你开了门，你可千万别生气啊！是我的错，我应该早点开门的。你个死婆娘，你还敢狡辩？你的意思是我娘听到不给我开门，让你来给我开？哼，你敢挑拨我和我娘的关系？死婆娘，你看我不打死你！周安平，你打一个试试！你今天要是敢打下去，你的手就别想要了。岳母，你怎么来了？哼，我要是不来，还看不见这出好戏呢。你这个死丫头，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啊？赶紧收拾收拾东西，跟娘回家。娘还是能养得起你的。哎呀，亲家母，你这是干什么呢？还不赶紧松开手！银花啊，你说说你，看见自己的男人被人揪住头发，你还不上前制止，还傻站着，
一点用都没有，光长个嘴就知道吃。我们老唐家娶你进门，简直是倒了8辈子霉了。哼，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看着我就来气，赶紧滚一边去。你倒是下蛋了，可惜你下的蛋是个笨蛋，那么多年还是个秀才，你才是真正的王八蛋。一大早上从妓院的门口被人赶出来，会是什么好东西？我小姑嫁到你们家，才是倒了8辈子的血霉呢！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狗东西，我呸！思思，你说的是真的？他去了青楼？小姑，你别自欺欺人了，我看见了，奶也看见了，路上很多人都看见了。你要是不信，直接去街上打听打听就知道。还要找什么艳红姑娘？脸都不要了！唐安平，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哭哭哭，有什么好哭的？这男人在外面花天酒地的，这不是很正常的吗？大惊小怪的，一个巴掌拍不响。要是你能拢住自家爷们儿，安平至于去青楼吗？哎呀，好了好了，别哭哭啼啼的，家都让你这个扫把星给哭穷了。想不想？你就说一个巴掌能不能拍响？我一个好好的女儿，就是给你这样糟践了，我今天非和你拼了！然后周思思就看见自家奶奶像一只母狮子一样薅住了唐婆子的头发，那手都能扇出残影来，看得周思思直呼：哇，好家伙！哎呦，儿子，快救我！杀人了！唐安平看见自家老娘被按在地上的，立刻冲过去帮忙。怎么还想欺负我奶？我看你是打着灯笼进茅房找死，先吃我一棍再说。小郭，一边哭去，别堵在这碍事，影响我发挥。为了一个狗男人哭成这样，你现在流的眼泪就是你当年脑子进的水。我的腿，我腿是不是断了？哎呀，疼死我了！你这狗东西，该断的只是腿吗？来来来，吃一棍送一棍。疼死了！我错了，赶紧住手啊！我娘子，救命！救命啊！主子，这小姑娘好凶残呀！有时候看事情不要看表面。娘，你们别打了，我求求你们了！周银花扑通一声跪下了。小姑，你是什么意思？你打算原谅这个狗男人？银花，你自己想好了吗？你要是想好了，娘这就带思思回去。以后啊，你好自为之。娘，女儿不孝。周银花哭着给周婆子磕了几个头，对周婆子喊了一声，眼神中带着坚定。周思思好像明白什么，在这古代，女子名声很重要。小姑姑这是不想回去影响家里的侄女们。奶，思思，我们走。奶，你等下。小姑姑，这是我在山上抓的野兔，煮好特意带给你的。小姑姑，我知道你的意思，以后我还会来看你的。要是这个家伙再敢打你，我一定搞死他。思思，走了。小姑姑，你多保重，我会再来看你的。周思思说完，也跟着周婆子一起走了。周婆子浑身气压很低，周思思也不知道要不要把自己观察的事和她说一说，就一直憋着。有什么就说，憋着多难受啊！奶，你别生小姑的气，小姑也是为了我和姐姐妹妹们才考虑做这个决定的。以后我们经常来看小姑，要是小姑再被欺负了，我直接掏那个狗男人的麻袋，把她的腿打断，看她以后还怎么去外面浪。你这臭丫头，刚刚为什么不早说啊？要是早说的话，我们刚刚就把那对母子的腿打断好了。这样以后吃喝拉撒都要听你小姑的，不老实就饿上几顿就老实了。哼，这次就放他们一马，他们身上的伤怎么也得10天半个月才会好。等半个月后我们再来，要是还敢欺负你小姑，我们就动手。好嘞，都听奶的。奶，我想去药店看看，你要一起去吗？我之前在山里看见很多草药，我去问问药店收不收。得，那你去吧，我去前面的粮油铺子看看，你别乱跑啊，看完就过来找我。这位小哥你好，我想问问人参灵芝这边你们都是怎么收的？是看年份还是看大小？我们这边不收药，我们有专门的渠道，不收外面的药。周思思果断出了这家药铺，换了隔壁的一家药店。周思思走进去，看见一个白胡子老头坐在柜台里打瞌睡，
他走上前敲了敲柜台，白胡子老头这才睁开眼睛。小姑娘，你是抓药还是看诊呐？老爷子您好，我想买点草药种子，您这边有吗？你要什么种子啊？我这边有的不多，你说说，我来给你找找看。人参灵芝我都要，哪个贵给我拿哪个。你这丫头，难不成你打算回家种人参？这不是瞎胡闹吗？这些东西可是野生的，自己种的，我还没见过。老爷子，你到底卖不卖呀？要是不卖的话，我可就走了。我呢，只是试试看，不实验一下怎么知道呢？你说是吧？最后在周思思的一再坚持下，成功买到了人参的10颗种子。就这10颗种子，花了1两银子呢，肉疼死他了。蹦蹦跳跳的往约定的地方去了，想必奶奶已经在那边等着他了。抓小偷啊！我的钱袋子不见了！天，我的钱袋子也不见了！思思，奶的钱袋子也不见了。啥？奶，你的钱也不见了？我从那边过来，听见很多人都说自己的钱袋子被偷了，有10几个呢。想不到，奶，你的钱袋子也不见了。你好好想想，钱袋子还在的时候，你遇到过什么人？是什么时候发现钱袋子不见的？奶，你先别激动，你慢慢想，说不定我们还能找回来呢。哎呀，我买完盐出来的时候，钱袋子还在呢，里面有3两银子，这都是我省吃俭用省下来的。这天杀的小偷不得好死！哎呦，作孽呀，我的银子啊！奶，你好好想想，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比如有没有人撞了你，或者挤了你一下？让我想想啊，我出铺子的时候，有人从身后撞了我一下，还和我道歉来着。奶，你还能记住那个人身上穿的是什么衣服吗？或者他脸上有什么记忆点？还有就是他身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有，他大概20岁左右，眉毛上有1颗痣，身上穿着什么颜色我倒是忘了。脚上穿着的靴子后跟处有一个树叶形的绣花图案。奶，现在时间还早，您先去城门口牛车那边等我，我去就来。给我半个时辰，我应该能找到这个偷钱袋的人。半个时辰后，无论我能不能找到这个小偷，我都会城门口牛车那找你。那你多多注意安全，我去牛车那边等你。得到周婆子的首肯后，周思思直接飞奔着跑了出去。她率先找到了一群小乞丐，大概10几个，一个个眼巴巴地看着她。先是一人给他们一个窝头，让他们帮忙找一个穿着黑鞋子、鞋跟后绣着绿色树叶的人。那个人的眉毛上还有1颗黑痣。迅速吃完手上的杂粮窝头，小乞丐们立刻分头行动了起来。周思思呢，坐在一个茶摊上，悠哉悠哉地吃着刚刚从路边摊那边买来的杂粮馒头，等待着消息。一个看上去个子还没他高的小乞丐喘着粗气跑了回来。姐姐，你说的穿那个鞋子的人有好几个，现在都在那边的城隍庙里呢。谢谢，你能带我过去吗？等我事情办完了，我带你去买肉包子去。我这就带姐姐去。很快两人来到了那个所谓的城隍庙。这是一个破败的庙宇，房顶上的瓦都掉了，墙也倒了一半，看上去就是一副要塌不塌的样子。姐姐，他们好像是坏人，手里有刀。你在外面等着，千万别进去，知道吗？乖乖等姐姐出来，带你去买肉包子。周思思从地上捡起了几颗小石子，在手里掂了掂，手腕一抬，直接发射了出去。哎呦！连续4声惨叫后，5个人倒地了4个。是谁？不要装神弄鬼的。是你姑奶奶我。刚刚偷钱的是你吧？你们不是大狱人吧？你们叽里呱啦的刚刚说什么呢？平常百姓的东西都偷，简直是道德沦丧。有本事去偷国库呀，国库银子多，反正皇帝也花不完，你去帮那老人家花点算了。偷看的某人嘴角抽了抽，去偷国库，还真敢想啊。灵一也憋着笑，这个小姑娘是真有意思啊，身手好，说话也有意思。然而更有意思的来了，宋子玉、主仆2人眼睁睁看着周思思把剩下一个男人制服，然后把他衣服给扒得只剩下了裤衩。当然了，另外4个昏过去的男人也不例外，全都扒了。看你们就不是好人，
能不能活着就听天由命吧。周思思看着自己搜出来的10几个钱袋子，从里面找到周婆子的那一个，装进了口袋里。这看得宋子玉主仆俩目瞪口呆，这姑娘是打算黑吃黑啊！主子，这几个人怎么处理？你刚不是听到了吗？听天由命。那这是奖励你的，另外这一包你带给他们，替我谢谢他们。今天啊，谢谢你了，有缘再见哦。谢谢姐姐。行了，快回去吧，我也要走了，再见。周思思用一块破布包着剩下的10几个钱袋子，路过衙门的时候塞进了门口石狮子的下面，塞完后捡起一块石头，直接击穿了门口的大鼓。他站在街角，看着衙门的人发现石狮子下面的钱袋子，这才转身离开。主子，你说他是什么人？你说他爱钱吧，那么多的银子他直接扔回了衙门。你说他不爱钱吧，为了一个小小的钱袋子还追到了偷钱的人，还挺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你今天话有点多呀，走吧，还有大事要办，不能耽误太久。来了吗？哎呀，应该快到了，马上就能回来，再稍微等一等啊，很快的。我说周家奶奶，你不会让我们这一车人等你家周思思一个人吧？你们没事干，我们还要回家做饭，还要做家务呢，这耽误大家的时间，你好意思吗？你都好意思活着，我为什么不好意思？我只是看到点心铺子里刚出的绿豆糕不错，想请大家尝一尝，就排了队多等了会儿而已。你看看你，就好像活不到下一刻。怎么了？回家等着上吊吗？思思，你怎么能这样说？小莲也是关心你。我不需要你们关心，我和你们的关系可没那么好。来，把这绿豆糕分给婶子们尝尝，夹好心的不用给了，省得他们噎死找我们麻烦。说，拿着垫垫肚子。嗨，你这孩子还真是客气了，那叔就谢谢了啊。赶车的老头立刻笑得见牙不见眼，刚刚那一点不快的心情立刻烟消云散，一挥鞭子，牛车开始跑了起来。呀，今天是托了思思丫头的福了，我也尝尝这大户人家吃的糕点是个什么味儿。是啊，我还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点心呢。思思丫头，谢谢呀。思思，那个钱袋子的事，奶，你放心吧，我们回家说。等回到家后，周思思把他买的钱袋子拿给他，并说了自己找小乞丐打听到，然后就一棒子下去，对方就给他了。那买糕点的钱是？奶，小偷无条件赔偿我的2两银子呢，请了小乞丐吃包子，剩下的我都买绿豆糕了。我就知道柳家母女肯定会拿我知道的事逼逼赖赖，所以我直接堵他们的嘴，顺便找了这个借口。怎么样，奶，我聪明吧？干得不错。哎，你不是喜欢柳家那小子吗？啥时候变成这样了？奶，老实和你说吧，我想开了，爹死了，娘我就当他死了。我不打算嫁人，我打算找个上门女婿，好好培养弟弟们长大读书，给您养老送终。而且刘畅文家条件太差了，娘是个不安分的，妹妹脚家精，还有一个小弟弟好吃懒做，他自己文不成武不就的，而且长得也不好看，个子不高，严重影响下一代。之前算我眼瞎，现在他给我提鞋都不配。我要找一个无父无母、高大英俊、脱衣有肉、穿衣显瘦、能文能武、长得好看的男人。和这样的男人生出来的小宝宝肯定很好看。哎呀，奶，你打我干啥？奶，我去村口看看弟弟们回来没有。跑到安全范围，周思思回头咧嘴一笑。周思思才没有闲工夫去等2个弟弟，直接跑着进山了，快速爬上树，看了看周围，见势没人后跳下树，把一粒人参种子埋进了土里，用意念把空间里的泉水引出来，直接浇灌在地上。神奇的一幕发生了，随着周思思的嘴巴越张越大，人参种子以一个肉眼可见的生长速度快速的生根发芽成长开花。周思思连忙用手接住了即将脱落的人参种子，这以后就不用花钱买种子了。然后人参越长越粗壮，他感觉再长下去就成精了，赶紧伸手给拔了出来。好家伙，别人挖人参还要小心翼翼，他直接拔萝卜一样就把人参给拔出来了。周思思赶紧找一块青苔把人参裹住，他可是看过视频的，说这样人参可以保鲜。然后带着人参直接爬上了树，他低头一看，居然引来了野山羊群。周思思眼睛亮了，哎呀，带谁好呢？就他了。他选中的是一个体型壮硕的公山羊，
就他了。戳戳手指，一道闪电直接击中了宫山羊，他甚至还来不及咽下嘴里的草，就轰然倒死，死不瞑目。安息吧，为了纪念你，我会努力把你做得更好吃。周思思碎碎念地跳下了树，背着羊就下山了。我的乖乖，你看那是周家的女娃吗？哟，这丫头怎么这么大力气啊？扛的是只野山羊吧？我的个老天爷，她是怎么做到的？周婆子，你赶紧的，你家思思逮到了一只野山羊，你赶紧过去帮忙。什么？赶紧的，快走！周婆子拉着周金花就跑，鞋子都差点跑飞。然后他们就看到周思思扛着羊正在往家里来，身后还跟着看热闹的人。哎呦，你这死孩子，不是不让你上山吗？怎么又跑去了？没受伤吧？快给奶看看。大姑，你也来了，你今天有口福了，回头带个羊腿给弟弟妹妹吃。奶，我没事，好得很呢。我们回家赶紧烧水杀羊。好好好，金花搭把手，我们走。奶，大姑不用，我有劲儿，赶紧回家吧。娘，这丫头什么时候那么大力气了？我也不知道啊，反正不是什么坏事，女孩子力气大是好事。这样要是被人欺负，一拳就能打死欺负她的人，这样挺好的。都别看了啊，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哇，姐，你俩好厉害呀！给，这是给你俩带的，先垫垫肚子，等羊杀了做好吃的给你俩吃。谢谢大姐，大姐最好了。奶，大姑，你们看。周思思打开青苔，露出里面的大人参，递到两人面前。妈呀，这是人参！赶紧收起来。奶，这是我打羊的时候看到的，我就挖了出来。有了这个，弟弟们就能去上学了，我们也能盖新房了。我明天就拿到镇上，把这个卖掉，好好改善一下生活。思思呀，财不外露，你应该知道的。大姑我也不多说，我相信你能处理好。大姑，我懂。明天让你大姑陪着你去，顺便再看看你小姑，送点羊肉给她。奶，你看看这肉要不要送点给李正伯伯？你做主，这是你逮的羊。于是周思思做主，切了3斤羊肉送给了李正伯伯。左右周围邻居和平时处得好的人家，每人给了1斤。大伯家和三叔家一人给了2斤，这都是看在周婆子的面上。娘，咱家思思有大家风范，这有点像我。周婆子挺起胸膛，得意地笑着。李正伯伯在家吗？呀，是思思呀，快进来。唐婶婶，我今天打了只羊，送点肉给您和唐婆婆补补身子。哟，你这孩子，下次一个人去山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听说山上有大虫呢。老婆子，你吓唬孩子干啥呢？哎呀，你是个好孩子，有好吃的也想着你唐伯伯我。以后你要是有什么事儿，就来找我。有了你这块羊肉，我也能好好的吃一顿。孝敬长辈是应该的，我知道伯伯婶婶对我好，我还要给杨奶奶送粥。您和婶婶忙吧，那我先走了。好，那你去吧，替我谢谢你奶奶。嗨，都是自己人，不用那么客气，我走了啊。老头子，这思思不是一般人啊，力气真大，那么大一只羊扛起来轻轻松松的。以后你多照看着点儿，别让人欺负了。爹，谁敢欺负他呀？就他那泼辣劲儿，不长眼的才会欺负他呢。那也要照看点儿，没爹的孩子不容易。是，以后我们都多照看着。嘿，娘，可以煮肉了吧？这肉看着就好吃。你娘也真有意思，那大一只羊就送这么点肉来，够谁吃的呀？你要不想要就送过去，吃肉都堵不上你的嘴吗？娘，我要吃肉，我还要。给，就知道吃，一点用都没有。娘，我也要。小赔钱货，吃什么吃？周三伯家就一片和谐。娘子，你也吃。相公，你也吃。娘子，我不在家的时候，娘那边要是有什么事情，你记得多照顾着点啊。我晓得了。村子里一片祥和，有夸的，当然就有骂的。娘，你说那个小贱人是不是对哥真的死心了？这要是平时根本不敢和我叫板，有什么好东西都送来我们家，这次那么大一只羊，要是平时最起码要给我家一个羊腿。你看看今天什么都没给，这个小贱人以后休想进我们家的门。思思，喝点山楂水解解腻。周金花端了一碗泡好的山楂水递给他。
谢谢大姑，你也喝点。那边我留了一个羊腿，一会儿我和弟弟帮你一起送回去。明天我们各自进镇，到时候我们在小姑家见。行，我正好回去准备点东西，明天一起带给你小姑。哼，我也去看看那个该死的唐安平，要是再敢欺负小妹，我再打他一顿。于是周思思和周念安拎着半只羊腿送周大姑回家了。周金花回家的时候，他们就返回了。临走的时候，周大姑喊住了周思思：人参的事儿不要告诉你三叔，懂了吗？那明天镇子上见。走在乡镇的小道上，夜色如墨，天空被一阵深邃的蓝黑色所覆盖，点缀着点点繁星。月亮高悬，洒下柔和的银辉，为夜色增添了几分神秘。三叔，你知道这附近有没有好一点的私塾？我想送念安和小云去读书。你要送他们去读书？是啊，读书不一定是为了当官，读书是可以明事理，让他们以后遇到事情可以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读书可以让他们眼界开阔，不会拘束在这一个小天地中，所以我想送他们去读书。花家村就有一个不错的老秀才，他就在家里搞了一个私塾，你可以去问问看。柳长文就在那个地方读书，离我们村子大概要走上半个时辰，不算太远。好，明天我就去问问看。老弟，到时候一定好好读书，白天你好好学，晚上回来再教我和奶。奶也要学？学呀，要不然万一你和小云有天成为大官，给奶争个高命夫人回来，接圣旨的时候，咱也要把自己的名字亲手写进族谱吧。哦，那我一定好好学，到时候回来教你和奶。这小孩真好忽悠。思思，你奶怎么没和你一起去镇上啊？我奶在家给我2个弟弟做书包呢，我弟弟们要去读书了。念安他们要去读书了，读书好啊，将来说不定你家还能出个大官。那就借杨伯伯吉言喽。周思思来到热闹的主街，环顾了一圈，哎，就他了，大大方方的背着竹筐进了一家名字叫松鹤酒楼的饭店。你好，客官，我们还没营业呢。这位小哥，我不是来吃饭的，我想问问你们这儿收野味吗？我有新鲜的野山羊肉，我想问问你们掌柜要不要？哦，收的。你稍等，我去喊掌柜的。很快，一个留着山羊胡、精瘦的小老头出来了。鄙人呢姓姜，他们都叫我姜掌柜。我能看看你的羊肉吗？您好，姜掌柜，当然可以。您看，这是我昨天晚上打的，为了好运输，我在家已经杀了。这是羊头，还有新鲜的羊肉。请问啊，你打算卖多少钱？嗨，说实话，姜掌柜，我也是第一次过来卖野味，不懂该卖多少钱。看着您这一身仙风道骨的模样，我相信您不会骗我，您说多少就多少。这羊头呢，当个天头，我不要钱。哎呦，好，小姑娘算你有眼光，知道来我们松鹤酒楼。我们酒楼可是出了名的童叟无欺。这羊肉每斤是25文钱，你要是信得过我的话，那老夫就让小二带你去称重。行，全凭姜掌柜安排。很快，店小二把羊肉给称了出来，一共是8两2钱银子。谢谢姜掌柜，请您老喝茶，再见。且慢啊，以后要是还有野味，记得再来啊，丫头。野鸡、野兔、兔子、野猪都收的，最好呢是整的，干货也收，蘑菇什么的品相好的都收。好嘞，谢谢姜掌柜的告知，以后要是猎到野味，一定第一时间送过来。告辞。以后这个姑娘再来的时候，第一时间通知我。周思思大步朝着之前买人参种子的药店去了。白胡子老头听到门口的动静，抬眼一看是周思思，立刻惊呼道：你这丫头怎么又来了？今天想要什么种子？掌柜的，我今天不买种子，我想问你收不收人参？啥？你种出来了？您觉得呢？又不是下蛋，哪有那么容易？我就是来问问您。收的，我们是药店，当然收啊。那您帮忙看看，这个您多少钱收啊？你这臭丫头，有你这样包人参的吗？简直是暴殄天物！哎呦，你这个人参肯定长了有上千年了，真没想到老夫这辈子还能见到这么好的一根参。哟，你这丫头的运气简直逆天呐，比天上下金元宝的几率还低。掌柜的，你还没说多少钱呢？ 8000两，我收了。
多少？8000两，我收了。这年纪轻轻的，难道耳朵还聋了？要不要老夫帮你扎几针？莫不是你这丫头嫌少？丫头啊，我和你说啊，我听大力活那么久，从来都不会做亏本生意。哈，当然啊，我也不撒谎，我给的这个价格你可以打听打听，绝对没有比我出价高的。丁大力，周思思上下打量他，这名字怎么听上去是卖大力丸的？看着老头快要爆血管的样子，他立刻就答应下来。行，我相信你不会骗我。那你有钱吗？咋了？你这丫头是看我这个店不起眼，以为我没银子收你的人参？哼！你等着啊，我这就拿银票，万通钱庄的银票，你拿着，对面就有一家万通钱庄，你去取银子试试，我在这边等你。那我去了。少啰嗦，快去。周思思一点没墨迹，拿着银票就去了对面的万通钱庄，果然可以成功的取到银子。怎么样，老夫没骗你吧？掌柜的，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请您帮忙。哎，说吧说吧，看在人参的份上，别说1个，10个都行。我这突然有钱了，回家肯定要改善家里生活条件，村子里的人肯定会怀疑我这银子从哪搞的，所以我就打算实话实说，就是说挖到人参拿到您这里卖了，只是一根小人参卖了200两银子而已。要是有人来打听，您就这样说成吗？哎呀，行，一句话的事儿，但你要答应我，以后要是再挖到好的中药，第一时间来我这儿。我看你这丫头也是有点运气在身上的，肯定还能挖到大货。成交。周思思出了药店，心情格外的好。哈哈哈哈，8000两啊！消费，必须消费！哎，对了，还是要先去小姑家，大姑还等着他呢。大门没有关，看来是特意给他留的。我靠，大姑这一手玩得漂亮呀！大姑，我忙好了，可以走了吗？小姑，这是我奶让我给你带的羊肉，你记得煮来吃哦。你小姑是要好好补补啊，特别是脑子，不许松开，饿上他们3天，我看还敢欺负你！我告诉你们啊，时不时我们都会来镇上看我妹妹，要是再敢欺负她，直接剪了你胯下2两肉。周围的左邻右舍我也都打好招呼了，但凡听到你家人欺负我妹妹，只要去给我报信，我就给2000银子。所以你们也别想做什么小动作瞒得过我，要么就好好和我妹妹过日子，要么你提前当太监，你们自己掂量着办。思思，我们走。姐，思思，你们不留下来吃饭吗？多跟你待一会儿，我都怕把我智商拉低了。吃什么饭？我们走了，你自己照顾好自己。直到2人出了巷子口，周金花这才压低声音问他人参的事儿。回头说，今天的消费我周公子买单。走，大姑，我知道一家很好吃的面馆，我请你吃鸡汤面呀。吃完我带你去买点首饰衣服，保证帮你打扮的让大姑父看了目不转睛。多少？我的老天爷呀！大姑，你淡定点儿。那银子呢？你一定要收好了，别给你奶，你自己收着，给你奶点小钱就行了，知道吗？大姑，我懂，毕竟奶还有大伯和三叔，银子太多放在他身上也不是好事。吃完了鸡汤面，周思思直接拖着周金花来到了首饰铺子。周思思给周金花买了20克的银镯子，一对银耳饰，一个金戒指，一根珍珠发簪，给周婆子也买了个银镯子，一对金耳环。虽然周金花嘴上抱怨着周思思乱花钱，心里却美滋滋的，摸着手上的银镯子爱不释手。对了，突然你们有钱了，这事儿恐怕瞒不住。周思思就把和丁大力说好的事说给了周金花听。哼，不愧是我侄女，聪明劲头像我。哎呀，你小姑要有你的一半就好了，哪怕是一点点，也不至于这个窝囊样子。大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我们只能做那么多，剩下的就看小姑自己了。说得对，用不着可怜她。下次要是她再被唐家人欺负了，我连她一块打。2人又来到成衣铺子，周思思小手一挥，帮着奶奶和弟弟们一人2套衣服，又给大姑和弟弟妹妹一人买了2套。大姑父买了1套，自己也买了2套。2人这才满意坐上了回去的牛车。金花，你这手上戴的是银镯子吧？是啊，我侄女给我买的，好看吧？不会吧，你侄女给你买的？是啊，是我给大姑买的。我在后山挖到1根人参，卖了点钱，孝敬一下我大姑，这不很正常吗？我大姑平时对我那么好，
给他买点东西怎么了？思思是个孝顺的，你那人参卖了多少银子呀？怎么，宋大娘也要借银子啊？先说好，银子不外借，我家要盖新房子，还要打家具，还要送我2个弟弟去读书，银子说不定还不够呢。你这孩子，谁说我要借你银子了？我就是问问你人参卖了多少钱，我这不是好奇吗？卖了200两，卖给了镇上的吉林阁药店。什么？多少？哎，银子你自己拿着，别给我。奶，你看看你喜不喜欢？周思思直接把一个银镯子套在了周婆子的手上，还顺手把金耳环给她戴上。你这臭丫头，有钱就乱花，奶都这么大年龄了，还搞这些花里胡哨的，多不好啊！哎，奶，你去哪儿？我去大槐树底下找那帮老娘们唠了，马上回来。周婆子，你家思思挖到人参卖了钱是不是？是呀，看我这银镯子好看不？我家思思孝敬我的。周婆子，人参是不是卖了200两呀？啊？什么？银耳环很好看。哎呦，还是你有眼光啊！我家思思送我的。同村的老大娘们都嫉妒地看着她，她们别说金耳环了，一耳钉都见不着。同样都是女孩子，她怎么就能挖到人参？现在你们就上山去挖人参，挖不到就别回来了。柳昌文家也是鸡飞狗跳，当刘小莲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气得把碗都摔了。天啊，银镯子、金耳环，这原本就是他的呀！这该死的周思思为什么现在不来讨好他？气死了，气死了！他简直极度的想发疯。大哥，你难道就不想把周思思这个小贱人给哄回来？200两啊，哪怕你上京赶考的银子都够了，现在白白便宜给了别人，你真没用。儿子，要不你再去试试，这女孩子最是心软了，你再哄哄她，说不定啊，她就回心转意了。有句老话说得好，烈女怕缠郎，多多出现在她面前，多多关心她，我相信你很快就能把人给哄回来。柳昌文叹了一口气，他觉得他娘说得很对，再去试试，说不定万一就成功了呢。于是柳昌文拦住了拎着糕点要去李正家的周思思。好狗不挡道，滚开！思思，我想我们之间是有误会的，我心里是有你的，你要相信我。你眼里有眼屎哎！柳昌文愣住，立刻背过身去，用衣袖去擦擦眼角。等他再转身的时候，周思思人已经不见了。柳昌文还在纳闷，这周思思跑哪儿去了？他这边已经来到了李正家里。哎呦，你这丫头呀，就是太客气了。哎，赶紧把这些东西都拿回去。李正伯伯，我这也是运气，赚了点钱，孝敬您是应该的。您要是不收的话，您让我接下来的话怎么说呀？啊，啥事儿你说吧，我要是能帮忙，肯定义不容辞。好歹你也是我看着长大的，还都是亲戚，帮忙是应该的。谭伯伯，你也知道，我们分家了，这住在一起实在是不方便。我那个大伯娘不是个好相处的，但凡我家煮点什么，她就开始骂骂咧咧，我们吃也不痛快，总不能我天天去打她一顿吧。我在后山挖到了一根人参，卖了点钱，所以我想重新盖房子，带着我奶和弟弟们搬出去住。所以我想问问村委的那块空地是什么价？我想要，我还想要山脚下的那块地，想种点草药，以后卖给药铺补贴家用。思思呀，这是不是离这边太远了？住那边你奶奶能同意吗？而且那边的田地呢都很荒，到时候你还要找人给开出来，怪麻烦的。离你家原来的田呢不远处也有好几块水田，有人想出手，你要是要的话，唐伯伯呢我就去给你问问。是啊，思思，你就听你唐伯伯的，那边地也太荒了，开垦起来肯定费事儿。伯伯婶婶，我知道你们的好意，我不是要种粮食，我要种草药，所以那边的地很适合，而且我不希望别人来打扰我，特别是大伯娘一家，我脾气不好，省得我万一哪天出手重了，把人给打死了，也给伯伯添麻烦不是？所以我想远离村里的人，而且我奶都是支持我的，这个您和伯伯可以放心。现在我们周家2房，我当家。很快，周思思如愿的拿下了那2块地，一块盖房子的要贵一点，是8两银子，另外一块有10亩，因为是荒田，所以要了7两银子，一共是15两。周思思简直在心里乐开了花呀，才15两，还怪便宜的。
李正写好收据，在地契上签字，明天去衙门盖个章就成。思思啊，这地契上写谁的名字啊？写我的名字，谁出钱写谁的。要是弟弟们没本事，写他们的名字也没用，迟早要败光，所以写我的。周思思看着手里热乎乎的地契，明天去镇上盖个章就成。这也算是自己在这个朝代买房置地了呀。靠近后山的那块田地，他早就想好种什么了。种药材只是一部分，种西瓜才是他的最终目的。等明天去镇上盖章的时候，去下那个白胡子老头的药店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种子。可他不知道的是，等他拿着银票跨出店铺的时候，丁大力就立刻飞鸽传书，诉说自己怎么这么困难，花了2万两银子才买到了一颗千年人参。说到动情处，甚至还流下激动的泪水，这才能显示出来自己寻找这颗参是多么的不容易。说不定那位爷一高兴，还多给点银子呢。这8000两换2万两，简直美滋滋的。傍晚时分，青山村周文木家，二闺女和小闺女拖着他们的大姐回来了。周招娣的腿被野猪咬断了，其他2人身上也挂了彩，最后野猪听到了狼叫声才被吓走，周招娣这才留下了小命。哎呦，天哪，怎么被咬成这样？这人还能活着吗？肯定是柳翠兰知道思思丫头在后山挖到了人参，眼红呗，让自家的女儿也去挖，一去还去3个，我呸，心钻钱眼里去了。思思丫头之前跟独眼猎户学过，你们忘了呀？那个独眼可是战场上下来的，肯定有真本事。思思丫头肯定也学了不少真本事，这是这些丫头片子能比的吗？哎呦，还真是要钱不要命啊！这下腿咬断了，以后就找不到婆家了。村子里的人你一言我一语，李正赶来的时候看到这一幕，也都吓得嘴唇哆嗦。周家大丫头腿骨头都露出来了，这腿肯定是保不住了。我的招娣呀，你这是怎么了？扑到大女儿身上就是一顿嚎。周文木也站在她的身后，脸上带着惊恐。这下完了，大女儿的腿是没救了，这骨头都露出来了，以后肯定找不到婆家了。还嚎个屁，赶紧套车送镇上医馆呐！很快牛车借来了，池二柱亲自赶车，周围的人七手八脚把昏迷的周招娣抬了上去。周文木跟着牛车带着李正去了泗水镇。来爹，你告诉娘，你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娘，我们遇到野猪了，是小妹发现的。野猪冲过来的时候，大姐正蹲在地上找人参，我们离她太远了，都没有来得及喊她，她就被野猪撞倒了。我们当时离得远，赶紧爬到了树上，这才躲过了一劫。最后狼嚎声传过来，野猪才走，我们这才敢下来找大姐。娘，我好怕呀！大姐全身都是血，已经昏过去了，我们这才用树枝拖着她回来。以后我再也不上山了。围观的村民一听，本来听到周思思在后山挖到人参，一个个摩拳擦掌，想要自己也去看看，说不定也能挖到人参。这下好了，又是野猪又是狼的，还去个屁呀！谁嫌命长？都怪周思思那个小贱人，要不是他挖到了人参，我也不会那么着急，就催促着你们上山。我去找他，必须赔钱。柳翠兰立刻往回跑，2个女儿也赶紧手拉手跟上，其他看热闹的村民也跟了上去。宋大花，你不去看看吗？你家爷们不在，这里就属你说话最管用，你不去吗？我才不去呢，思思丫头也不是什么好欺负的主，我不担心她，我还要回去给我小孙子们洗澡呢。我先走了。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脚。柳翠兰躺在地上，整个人疼得浑身哆嗦，口腔里的血腥味好不容易才咽了下去。哎，大家做个见证，我在院子里好好的，大伯娘冲进来就要打我，我可是正当防卫，告到咸阳老爷那边去，我都不怕。柳翠兰，我告诉你，长辈找茬，我照打不误。你想要发疯就关上门回家发去，你要是再敢来找茬，我就剁了你的手。周思思拿起地上的斧头，一下子劈断了一根碗口粗的树干，这气势让周围的村民都起了一身冷汗。都怪你，要不是你，我家招娣也不会被野猪咬断一条腿。你今天不给个说法，我就不走了。哼，简直好笑，是我用刀架在他脖子上让他上山的吗？
你看见我挖到人参很眼红，这才让自己的3个女儿上山。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可别忘了，你我2家就住那么近，你打什么主意我早就知道了。你想来敲诈我的银子吧？还装什么好母亲？我呸！你爱走不走？再敢踏进我家院子一步，我明天就捆了周满义扔进山里喂狼。周婆子就冷冷地站在院子里，好像没有看见自己的大儿媳和孙女之间的对决。这个大儿媳简直就是个奇葩，所以她根本不会阻止思思动手，反而希望狠狠地打一顿柳翠兰才好呢。哼，我不跟你说了，等你大伯回来再好好找你算账。奶，你不会怪我吧？嗨，我不是说了吗？以后这个家你来当，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就等着享福就成。你也不必担心，你大伯是个怂货，他不敢来找你的麻烦。等我们新房子盖好了，立刻搬走。看这个焦家精，我就头疼。奶，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奶奶。好啦好啦，别把我的耳坠子给压坏了，我稀罕着呢。周思思懂了。原来他乃不喜欢口头表扬，比较喜欢真金白银的食物，这才是最好的表扬。周招娣的腿还是废了，只能截断小腿保住其性命。第二天一早，周文木回来，直接跪在了周思思家的门口。周思思打开院门的时候，看见周文木就知道，一个被窝里睡不出2种人，一个是来讹钱，一个是来借钱，总之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主。于是直接绕过他，挎上竹篮子走了，一个眼神都没留给他。他正打算喊住周思思，他娘周婆子从小院子里走了出来，深深地看了大儿子一眼，直接扔出了一个钱袋子。唉，儿女都是债，我自认为我不亏欠你们任何人，对待你们几个兄弟我都是公平的。既然你今天求到我这里来了，我这个做娘的也不能无动于衷。这里有6两银子，3两是我的，另外3两算是老二的，这都给你。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现在这个家是思思做主，他的银子是他的，我做不了主。老二的这分家的银子，就算是死去老二，买断和你那么多年的兄弟感情了，这些银子你不用还了，以后有什么事不要来找我了，我老了，帮不上忙了，走吧。周婆子叹了口气，转身回了院子。今天你要不去把银子给我要回来，我就休了你。平时他农闲的时候去镇上的大户人家做做工，除了上交的银子外，剩下的全都交给了柳翠兰。他估摸着应该有2两多银子，结果现在只剩下1两了，全都被柳翠兰补贴了娘家弟弟。当家的，我这也是有苦衷的，侄子生病求到我这里，我也是没办法，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侄子病死吧？那你就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女儿去死吗？哎呀，我不和你这败家娘们废话啊！现在我就去医院交银子，要是我回来的时候看不见你要钱回来，我就直接把你休了，让你从哪儿来滚哪儿去。周文木是气匆匆的走了，留下柳翠兰一人坐在地上捂着脸痛哭出声。周思思这边才不管那么多，此刻已经在杏林医馆里坐着喝茶了。哎呦，小姑奶奶呀，是真没有了，我这是药铺又不是粮油铺子，我上哪儿给你找种子去？那您上次给我的种子是从哪里来的？再帮我搞点，要是您帮我找着了，我就送给您一个大礼。大礼？啥大礼啊？先不告诉你，但是我保证这个大礼的价值不低于之前那根人参哦。敢问姑娘你要什么种子？老夫一定尽力。我还是喜欢您刚刚桀骜不驯的样子哦。反正只要是稀奇的种子我都要，您看着办呗。只要这边种子到手，那边我就把大礼送上。行了，你3天之后过来，我一定把种子给你搞过来。周思思这下子满意了，这才挎着竹篮子离开。姐姐，是你呀？是不是饿了？走吧，姐姐带你去吃好吃的。姐姐，你身后有2个人，从你进城的时候就跟着你了，你要小心点。然后小乞丐说完就飞快地跑了。周思思装作蹲下整理裙角，向后一瞥，果然身后有2个鬼鬼祟祟的人。妈的，看来真的财不能外露，这才200两就这样，要知道他有8000两，那还不连人带床连夜给扛走啊？老虎不发威，当他是 Hello Kitty 啊？哎呀，
老子腿都走酸了，他到底还要逛多久啊？急什么？只要看他进了巷子，我们就行动。周思思直接拐进了一个胡同，身后的两人直接跟了上去。哎，竹子，你看那个是不是上次扒人衣服的姑娘？伸手那么一指，宋子玉就看到了周思思挎着篮子拐进了胡同，身后还跟着两个明显不怀好意的人。竹子，要不要跟过去看看？他不会吃亏的。但万一要是吃亏了呢？要不我去看看，说不定还能帮上忙。聒噪。宋玉嘴上这样说着，但是人已经走了过去。灵一见状也赶紧跟了过去，然后两人使用轻功直接飞上了屋顶。周思思进了胡同，先是慢悠悠地往深处走，等身后的两人跟上后，立刻转身冷笑：哟，两位跟了这么久，是不是走累了？身后的两人大惊失色，原来这个小娘们早就发现他们了，莫不是刚刚溜着他们在玩？把你身上银子交出来，我们饶你不死。快点啊，别逼我们动手。我要说不呢，那就别怪我们兄弟不客气了。两人对视眼后，齐齐冲了过去。周思思不慌不忙蹲下，从菜篮子里拿出了一块板砖，手速非常快的直接给两人开了个瓢，鲜血噗一下子就爆了出来。两人齐齐倒下，周思思冷眼看着地上的两人，嘿，年轻就是好啊，倒头就睡。宋子玉和灵医主仆看到的就是这个场面，有点同情这两个不怀好意的人，看着就疼。周思思伸手摸了摸两人的鼻息，没死，还有一口气。为了省得给自己带来麻烦，这边又没监控，那就直截了当解决根本问题。抽出绑在小腿上带着寒光的匕首，直接挑断了两人的手筋和脚筋，又割了两人的舌头。不要说他狠啊，好歹不是给他俩留着命吗？这样的两个人渣，只有这样才老实，省得以后再祸害别的姑娘，也算是为民除害了。顺手翻了翻两人的衣服，切，穷鬼，就几个铜板，大钱小钱都是钱，装进袋子里，正好听个响。太惨了。热闹看完了，走吧。哎呦，二公子你怎么来了？真是稀客呀。东西呢？老夫这就去拿，您先喝茶。丁大力殷勤地把茶给倒上，这才回到后院取出了人参。天哪，这根就是千年人参吗？不错，这就是千年人参。别说你没见过了，老夫行医这么多年都没见过，这可是老夫费了9牛2虎之力才搞回来的。丁大力又开始嘚吧了，把这根人参夸的是天上有地上无的，无非就是想多要点银子呗。宋子玉没有废话，直接把银票拍在了桌子上。丁大力美滋滋拿起银票一看，内心发出了土拨鼠的尖叫啊！赚大发啦，赚大发啦！宋子玉拿起包好的人参就走。二公子慢走，帮老夫问大公子好，以后要是再遇到好的，我一定飞鸽传书去府上。周思思收拾完两个小垃圾，就随即找了一个路人打听了牲口售卖的地方，自顾自就去了那边。现在有钱了，买一辆牛车或者是驴车不过分吧？他是捏着鼻子进的市场，这个味道真的是提神醒脑，牲口的屎臭味简直了！老板，这头驴怎么卖？哎呀，姑娘好眼力呀！这头驴你要诚心想要的话，给6两银子。我家牲口都是有保障的，保证是身体健康。6两？那我不还价了，你身后的这个车也送我，我就付钱。哎，姑娘，这木板上车你要自己打的话，木材加工费这怎么也得2两。哎，你这上来就要我送你，这肯定不行啊！那好吧，谢谢，再见。哎，姑娘，你等等。哎呀，姑娘啊，你看这样行不？8两，这车子和驴啊，你都带走。6两，同意我就带走，不同意拉倒。以后我可能还要买马、买羊、买牛，以后生意长着呢。您说呢？不得不说，周思思是懂得画饼的，成功6两银子拿下了驴车。谢了。以后我还来你家。周思思礼貌道谢，不忘画饼，美滋滋的驾着驴车出了城。回到村子里，第一件事就去找了周礼正。思思啊，这驴车是？我买的，
以后我要送弟弟们去隔壁村子读书，这样早晚方便点。啊，你说要盖房的话，我带你去找陈二柱就行，他就是给人盖房子的。李正说明了来意，陈二柱立刻答应下来。这生意找上门，哪有不接的道理？当周思思把昨晚画好的图纸递给陈二柱的时候，陈二柱眼前顿时一亮。哟，思思丫头，这是你画的？盖这样一套房子大概要多少钱？我也是看着你长大的，不会多要你银子。要是我包工包料的话，这样一套房子盖好要35两左右。你要是自己准备材料的话，工费嘛，给个10两就成。陈叔，给你。我也不是个墨迹的人，虽然我脾气不好，但也是分人的。别人敬我1尺，我敬人1丈，这都是互相的。只要陈叔你把我的房子盖得漂漂亮亮，坚固点，这也能给您当个活招牌不是？这银票你先拿着，到时候多退少补，反正我就一个要求，真材实料就成。行，你这丫头那么敞亮，又喊我一声叔，我保证给你房子盖得漂漂亮亮的。陈二柱很是欣赏周思思的果断，小小年纪不墨迹，做事利索敞亮，是个人物。他买了驴车的事儿，还有他买地干房的事儿，早就传遍了青山村，村民们全都是羡慕嫉妒，当然恨的也有。就比如刘小莲一家，已经在家骂了有半个时辰了。娘，周思思那个小贱人买了驴车，还要盖房子。娘，都怪大哥，要是能一直勾住周思思的心，这些东西不都是我家的。娘，你想想办法呀。我能有什么办法？要不你也去山上挖人参。周招娣的腿都没了，我才不想上山送死呢。柳琴氏的头更加疼了，一个有用的都没有，她这是造了什么孽呀？姐，这是咱们家的。是啊，以后啊，我就用它拉着你们去读书，高兴不？大姐，你真的要送我们去读书？是啊，之前不是和你说了吗？难道姐姐会骗你吗？大姐，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学。姐，我也是。好，你们都是好孩子。下午啊，姐姐带你们去拜师，都要加油哦。加油。奶，下午你跟我们去吗？驴车可以坐下的。我就不去了，你是一家之主，你去就行。那行吧。奶，我想找人帮忙把那块荒地清出来，顺便再给挖一遍。之前给你，这个事儿就交给您办了，等挖出来后我有大用。行，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周思思在屋子里正在收拾6样礼，这是古代拜师的标配，她准备了双份。姐，招娣姐回来了。很快隔壁传来了哭声，还有周文木骂人的声音。他这是死了？没死，腿断了，成瘸子了。哦，和咱没关系，你俩去洗把脸，头发梳好，咱们走。小云安立刻跑了出去，去收拾去了。周念安还站在原地不动，好像是有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情说。你是不是想说招娣以后会记恨我？安心啦，就算他腿不断，该记恨还是要记恨的。老弟，你记住了，只有拉开和这些人的距离，站在高处，让妒恨你的人仰望你，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不是成天担心小人们。去吧，收拾去吧，小孩子不要胡思乱想，这样可是会掉头发的哟。周思思已经带着弟弟们赶着驴车来到了花家村，问了村里的人，很快就找到了那个老秀才。老秀才姓吴，年龄在40岁左右，单名一个庸字。周思思憋住笑，吴庸，恭恭敬敬送上双份的拜师礼，表明了来意。你们是隔壁村的，中午管一顿午饭，2个孩子1年的束修是8两银子，纸、墨、笔自带。那书呢？要不要买点什么4书5经？不用，先识字再读书。好，听先生的。要是需要购买什么书，您再告知弟弟们就成。念安、云安，跪下给先生磕头。听到姐姐的话，立刻跪下，哐哐哐就是3个头磕了下去。吴秀才立刻把2人扶起来，微笑道：快起来吧，以后就喊我先生就成。2人乖乖行礼，喊了一声先生，约定好后天正式上课，明天先去准备笔墨纸砚这些东西。周思思带着2个弟弟回去了。